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下美国退休的家庭正在面临的真实的问题：搬去低税州真的能省钱吗？为了省州税的搬家，结果更难活了。很多人一退休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考虑要不要搬去佛罗里达，要不要搬去德州、田纳西，零州税。看起来省好多的钱，其实美国有些州完全没有州所得税，像阿拉斯加、佛罗里达、新罕布什尔州、南达科他州、德州、田纳西通通为0%，跟加州、纽约这些高税大省比起来，光是州税一年能省下几千上万美元。但是问题来了，省下的税真的能进了你的口袋吗？还是被别的开销偷偷的吞掉了呢？我们从以下4个维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美国的养老成本的问题。第一个，房屋保险，这是真正的隐形炸弹。以佛罗里达为例，2024年的时候，佛州平均的房屋保险费用差不多为8770美金每一年，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。这个导致了光是保险的费用就占了退休收入相当于大的比例。很多靠养老金或者是社保金生活的一些退休家庭，一般过去傻眼了，保险费比以前贵出了几千美金，省下来的州税一年全被保险费吃光了。结果就是税已经是省了，但是日子却没有变得轻松。第二就是房价的高位加上房产税的压力大，双重的夹击。以奥斯汀为例，2024年12月份平均的房价为616500美金，同比已经涨了11.9%。德州虽然没有州所得税，但是房产税是极高的，平均的税率在1.63%。全美的平均房价的税是0.9%。假如你在奥斯汀买一套房子，价值616500美金，房产税一年就要交1万美金。退休人群如果只是靠固定的收入来生活，房产税加上保险就可能每年吃掉2万美金以上。这还没有算物业费、水电费、维修费，还有医疗费，光是房子就把钱吃干净了。养老的压力扑面而来。那么我再顺带给大家看下美国咱们华人比较多的几个州的情况。实际的房产税率是指你实际缴纳的税额与房产评估价值之间的比例，并不是每个州都按照房产的评估价值的100%来征税的。比如德州的房产税率1.6%到2.3%，但实际的税率是1.79%左右。加州的实际税率在0.78%，佛州的实际税率是在0.83%，纽约州的税率的话，实际上是1.62%左右。很多人选择德州，那是因为没有州税，但是你们又忽略了一点，德州的房产税反而是全美国最高之一。真正的大头的支出其实是医疗和长期的护理。退休之后，钱最大的一块其实是花在身体上面的，不是包医包药。虽然大多数65岁以上的美国人，他们不包括长期的护理，比如家庭护理、
不包括很多的牙科、眼科、助听器的费用，门诊和药物都是需要自己额外购买。而且2024年光是标准的保费就是11174.7每个月，全年大概是$2096。私人的长期的护理价格是更高的。根据我们数据显示，在德州一间普通的单人病房养老院平均年费为$77,000到$85,000，居家护理每年也要$6万以上。更糟的是，低税州的医疗资源是紧张的，看病还要排队。以佛州为例，每1000名的居民只要有2.6名的初级医生，低于全国平均的3.2每人。尤其是在退休的密集区，比如迈阿密、坦帕、奥兰多，看专科的医生排队就要4到6周起。很多人以为退休后的压力主要是交税，但是实际上真正压垮退休预算的是看得起病、住得起护养院，其他生活成本暗藏玄机。免州税、低总税。免州税不等于低总税。像田纳西这样的低税州，虽然没有州所得税，但是却有着全美国最高的销售税之一。田纳西州的销售税的总和高达 9.75%， 其中州税是 7%， 地方税最高可以加到 2.75%。 举个例子，比如你要买$1000的家具、电器和大宗的消费品，就要多付将近$100的税。根据劳工的统计局2023年的数据，一个65岁以上的退休家庭，它的年均的总支出大概是$6万以上，其中很多都是用于应税的消费。这意味着光销售税这一项就可能吃掉你5%到7%的年支出。这还是很多人想象的零税天堂吗？最后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不要被免州税这几个字迷惑了。你每花一笔钱都要再交税，很多时候税只是换个口袋收而已。所以别冲动搬家，就为了省几千块的州税，结果搬了家换了州，反而背上更大的生活负担。订阅我，带您拆解更多美国地产背后的真实逻辑。想了解美国养老地产投资，欢迎订阅。